好了，事务所的同学晚安，我是朱学文。今天是2026年7月4号，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，这是美国1/4个千年的生日，250岁生日。那但是盖洛普在5天前公布，只剩33%的美国人呢，极度以身为美国人为荣，这是史上有史以来最低。我不知道各位觉得这个数字怎么样啊？那我们的寿星呢，在白宫草坪啊，举办了一个 UFC 异种格斗赛庆生。G7 的7大工业国为了这一个国家的生日 party 集体延期。今天我们只问一个问题：39兆美元的生日账单到底谁来付？我们今天不是亲美，不是以美，我们用科学的方式为你解释这个数据，同时提出问题。如果各位觉得历史上的帝国永远不会颓圮，永远不会倒下，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下，到底美国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问题？250周年对美国来讲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生日，但是美国却陷入有史以来最分裂的状况，而台湾呢，不但跟美国目前的状况完全不同，我们简直是世界上最爱美国的人，但美国的国民自己却不爱美国。我们会讲到小巨角、弗格森定律、山巅之城、沃姆利密约，还有盖洛民调。我们的定场诗今天讲的更直接：草原折戟无人问，费城烟花彻夜明。150年重照镜，山巅之城甚虚名。债台高筑谁先垮？逆袭吞并仗自清。最是寿宴灯火处，无人肯问满单身。我们今天不从2026年开始讲，我们从1876年6月25日 Montana 蒙大拿州的一片草原开始讲。那一天下午啊，美国的卡斯特中校带着第7骑兵团冲进小巨角河谷，他以为自己在包围印第安人，结果嘞，是他被包围。不到1个小时，卡斯特本人加上260几个官兵，全军覆没，一个活口都没有。但是各位，重点不在于这场仗怎么输的，重点是这个消息传了多久。这个消息所传递的速度呢，是我们现在不能想象的缓慢。那个年代没有网络，没有卫星电话，蒙大拿的电报线路根本没有拉到战场上，幸存的部队呢，远远看到我的部队被杀光了，我赶快撤退，伤兵用蒸汽船远西号沿河运到俾斯麦，7月5号深夜才到岸。电报员连夜把电文敲到东岸去，但7月6号，《纽约时报》的头版才登出那几个字：我们的部队被屠杀了。各位，你算一下，6月25号开打，7月6日见报，中间隔了11天。你知道这11天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7月4号，美国建国100周年，费城100年博览会，烟火升空，全场欢呼。苏珊·安东尼还在独立厅前宣读妇女版的独立宣言，3800万美国人在庆祝一个伟大的世纪来临。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，他们的第7骑兵团9天前已经躺在草原上，无人生还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一路拉到美国建国100年这个故事来开始讲？原因很简单啊，因为帝国的灭亡，帝国的流血，往往是缓慢而且不为人知的开始传递。你知道当年的讽刺是在于，费城的烟火是为了一个已经流血的帝国庆生，而且是敲锣打鼓、欢欣鼓舞的庆生。
你有想过这个巧合吗？你知道当时啊，当时发生的事情，现代你其实可以重新看一看，有没有什么学习。来，2026年7月4号，今天美国250岁生日，这一次没有电报时差了，资讯可以用光速传递。生日前5天，6月29号，盖洛普直接把体检报告拍在桌上，只剩33%的美国人极度以身为美国人自傲。只剩33%嘛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啊，美国人已经极度分裂了，这是史上美国的国民的荣誉感史上最低呀。同一天，最高法院推翻了一个91年的宪政判例，在前2周，寿星在白宫草坪办格斗赛庆生。今天早上，纽约港正上演60艘高尾帆船，30个国家参与的史上最大海上集结。排场，这个帝国从来不缺啊，缺的是什么？我们等下慢慢告诉你。在听直播边吃宵夜边看美国烟火转播的各位，现在是不是美国纽约的 Coney Island 正在办吃热狗大赛？没问题，你再接下来看下去。1876年呢，美国人不知道小巨脚的大屠杀是因为电报太慢。2026年的美国人呢，资讯就摊在眼前，差别是这次没有不知道这个借口了。所以今天这一集，各位你也不要太兴奋，我们也没有要站在反美派的角度，我们只是冷静理性、符合科学的告诉你，美国现在危机重重，绝没有像那些亲美派所讲的一样，我大美国史上最强。我跟你讲，人家根本不爱台湾，你自己贴过去，只是自己贴对方的冷屁股而已。所以啊，我们把美国250岁生日这张桌子上的账单一张一张摊开来念，民调的账、庆典的账、宪法的账，还有最大的那张账单，39兆美元的财政账单。最后回到台湾呐，台湾这个把身家都压在美国身上的岛，要看懂什么数字？真的，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就是在美国庆祝生日宴会的上面，一边来查他们的账。这事情也真的是很尴尬，不是我要在这时候做，而是这个时间是最好的。来，你知道《经济学人》啊，他用数位版，其实我应该也还是应该要收到他的那个实体印刷版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搞，可能是 update 的时候变慢了，所以我这一次没有收到他的实体版。经济学人帮美国250岁生日写了一个专辑，非常专辑。他请了 Michael Fagelos， 这个人是美国最有名的总统史学家，他专门写美国总统史，他写过9本总统史 ，NBC 每次选举业都要把他请出来作证的那种等级，专研总统。经济学人呢，请他写了生日贺文，就他交出来是一篇悼词的文章开头。Fagelos 写了一个亲身经历，上个月他在宾州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宾州大学毕业典礼致辞 Commencement Speech。宾大在哪？宾大在费城啊，就是250年前签署独立宣言的那个城市。
他在台上讲到法治两个字，台下一个男的愤而起身，对他比中指，摔门而出。各位，你体会一下这个画面：250年前的一群人在这个城市签下的独立宣言，250年后，一个史学家在同一个城市讲法治 ，the rule of law 被比中指。被比中指。那在听直播的各位，你体会一下这个画面。哎，我刚是不是说成1876年？没有，应该是1776年吧。好，各位，等一下我回去再改。妈的，又不知道怎么搞了，出问题我没检查出来。1776年到现在250年没错，对吧？1776年、1819、2000，反正我再算一下，1776年了。来，那个 Bachelors 最后给了一个对照，你仔细想想看，1933年的时候，大萧条最谷底的罗斯福就职演说讲，感谢上帝，我们的困境只关乎物质。什么意思？钱没了，工作没了，但国家的股价还在。而 Bachelors 说，2026年并不一样，烂的不是钱，是3条开国原则本身，也就是美国的信念在瓦解。第一条，法治。美国开国元勋那一代人的梦想，就是不要学欧洲那些国王，赦免朋友，关押敌人。而今天呢，反垄断的判决奖赏当权者的盟友，司法部起诉当权者的政敌。第二条，对选举的信心，他说了一个历史事实：林肯在内战打得最凶的时候，罗斯福在2战打得最凶的时候，都有幕僚劝他们停办选举，说我国现在动荡不安啦，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办选举。但问题是当时的美国总统说不对，我们要对美国有信心，越是存亡绝续的关头，越要保持民主，越要投票。而今天呢，史上第一次，有史以来第一次，大量的美国民众在民调里面告诉你，他们担心联邦政府会用国家紧急状态当理由干预选举。你没办法想象吧？来，第3条，自我批判的传统。开国元勋要的是一个会检讨自己的国家，而现在联邦当局动手关闭博物馆展览，拆掉史基解说碑，只因为上面写了国家不光彩的过去。然后 Bachelors 自己引爆了1876年，对不起，应该这样讲，你们刚误会了。我讲的是美国国庆100年的时候，1876年是100年，但是它的创建独立是1776年，所以1876年的数字没有错，是我刚没有讲清楚，或者没有让你听清楚。但是美国国庆100年，所以是1876年。100年国庆那一年的总统大选竟然是靠一场肮脏的密室交易收场。我们留到后面跟 Wormley 饭店的雪茄烟一起讲。我讲白一点， Bachelors 这篇文章的结尾还在祈祷，说希望能够用更多民主治好民主的病。这是一个写总统史的史官的温柔，但本事务所万事通事务所不相信祈祷这一套。我们是来查账，我们是来分析的，我们是来解剖的。因为民主治不了一件事情，叫做数学。数学绝不会背叛你，因为不会就是不会。这也是 Bachelors 的这一篇悼词没有写完的最后一章，我们今天帮他写完。你没有办法想象吧？号称自由民主最先进国家的美国，国民竟然担心政府冻结选举，国民担心自己的国家回到帝制，国民担心政府又进入密室交易。
台湾其实也跟他们有一样的状况，但是我们原先大家对我们没有那么高的期待呀。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看看这场250岁生日 party 本身哦。你以为国庆就是一场 party 吗？不是，美国已经分裂到连生日都要分两边过。第一边呢叫做 American 250， 2016年的时候国会设立的跨党派法定机构正牌寿星委员会，国会核定了给他1.5亿美金办250周年活动。结果嘞，到今年2月，国会议员亲自出来爆料，他说委员会实际上只拿到2500万，只拿到1/6的钱。那钱去哪儿啊？去了第二场派对 ，Freedom 250，American 250 and Freedom 250，这是2025年1月啊，川普用行政命令另外成立的白宫直属庆典组织，连博物馆、图书馆签署核定给 American 250做自由卡车的行动博物馆的1000万美金补助，都被转到 Freedom 250名下。政府的拨款系统呢，清清楚楚查得到。各位，你们家过年围炉如果分2桌不团圆，一桌吃佛跳墙，一桌吃泡面，你就知道这个家出了什么事嘛。然后呢，6月14号 ，Freedom 250的重头戏登场，就是川普最爱的摔跤。白宫南草坪 UFC 格斗赛那天刚好是什么日子？川普80岁生日，4000多名观众。佐克伯坐第一排啊，92英尺高的钢骨巨爪罩着八角笼。顺便讲一下规格 ，G7 7大工业国的峰会，为了让美国总统办完生日格斗趴再飞欧洲，集体延期，7个工业国等一场川普的生日格斗赛，这待遇连成吉思汗都没有。比赛本身是真精彩，主赛的 Gage 以3倍赔率的劣势，第4回合 TKO 技术击倒，打倒了17胜0败的托普利亚，爆出 UFC 有历史级的冷门。但让这场活动被记住的不是拳头，是嘴巴。重量级的霍基特第2回合终结对手之后，走到场边，把一条金链挂在川普的脖子上，然后对着麦克风把一个针对前第一夫人的极右阴谋论当场喊出来，全场跟着欢呼啊！全场跟着欢呼。镜头拍到什么？寿星在笼边露出半秒钟的微笑。UFC 的总裁呢，白大拿事后有谴责，说这种话下流而且不实。寿星本人呢，没有，到今天都没有。对，白大拿还讲了一句名言，他说这场活动没有任何政治目的。各位记住本台的口头禅，只要主办方特别强调这不是政治活动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100%是政治活动。顺带一提，同一个周末还有2件额外的花絮。第一，法院裁定把川普的名字命名到甘乃迪中心，改成川普中心，太夸张了。工人当周把他的名字从建筑上撬了下来。第二 ，UFC 自家的中量级前冠军史崔克兰，因为公开批评以色列，开赛前在场外被一大群执法人员护送离开。生日趴办到连自家冠军的意义都要清场。这个画面哦 ，Bachelors 第1章讲的意义及爱国的传统，你自己对照看一看，就是这么讽刺。还没完，寿星呢，川普大总统才要
在华府盖一座250英尺高的美国凯旋门，比巴黎凯旋门还高出20几公尺。选址正好卡在林肯纪念堂跟阿灵顿公墓之间的直线视角上面，罗马式凯旋门呐、历史上什么样的政权最爱盖凯旋门？答案我不讲，你自己去网络上查就知道了。讲了伤感情呐、这一章的结论很简单：一个连生日都要分2场过，预算5/6流向寿星私人 party 的国家，他庆祝的已经不是建国250年，是某一个人的第80年。那这个人是谁呢？我们就不好意思讲。好，这个圈Anita说，朱大跟网友晚上好，好不容易跟上直播，阿宅福利社可以下标网剧哦。有了我们网剧，其实已经确定时间已经公开了，请各位到我们置顶的连结找过去，那个限时活动就可以找到啦。Ethan TW 说 Happy 4th of July 250，希望各位可以开开心心的参与这个活动啊！好啦，各位，我们会办2场，一场在台北，一场在这个桃园。那我直接贴这边，你找得到就找得到，好不好？网剧连结。谁干这个什么？好的，网剧连结。一场在内湖，一场在桃园哦，好不好？请各位好好的参与啊！有空的时候可以来，而且还可以现场订货、现场取货。KJ 说，朱大，朝廷刚刚颁布诏令，不能以美，不容以美啊！遑论算美国的账啊！我们就说实话嘛，这个都是美国媒体讲的啊！妈，你不要怪到我身上，好不好？真心不怪。啊，顺带一提，下个礼拜啊，刚林嘉欣说啊，今天晚上要去关心失学的妹子们。我说好，那下礼拜天气怎么样？林嘉欣说，据说台风会不小哦，所以请各位赶快下单买罐头，买相关的冷冻食品。那个什么烤玉米我只剩1组了，10包我只剩1组，所以请各位啊，阿诺多支持吧。然后下礼拜我可能礼拜3趁着不下雨的时候，把所有的给息通通运出去。来，我们讲到这边哦。你光看我后面数字就知道啊，实际上历年的委员会做出来的1.5亿的规划呢，通通流向白宫 Freedom 自己办的活动啊。那为什么这样子？也不用说了，就这么无奈。来，接下来盖洛普的数字出来了，盖洛普的数字出来了。那派对的事情讲完了，接下来要来看宾客的脸色。6月29号生日前5天，盖洛普公布年度国家自豪感调查。这份调查从2001年做到现在25年，今年的数字是史上最低。最近好像所有的新闻都跟民调有关了。戴立安老师跟我们吴董已经分道扬镳啦，那所以这个事情我就不多说，反正知道的都知道，懂的就懂。来，极度以身为美国人为荣，照说应该是世界最强国，美国最稳定、最有把握的事情，结果只有33%呐。2001年是55%，一半以上强。结果光这个数字一对比，掉了22个百分点，而且光是今年一年就掉了8个百分点。并列史上最大单年跌幅，把极度自豪加上非常自豪凑起来，也只剩53%呐。
美国人里面只有一半多一点点觉得当美国人值得骄傲。但真正可怕不是总数啊，是拆开来的样子。就跟我们看到民进党的有90%都说要为了国家而战，但是那些逃兵的人呢，却他妈很多没有支持在野党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什么样子的怪事儿啊？好，来，共和党啊，70%感到极度自豪。无痛稳如泰山，独立选民感到自豪，只有28%，创新低。民主党呢，只有14%，这个数字低到一个悲哀，你知道吗？10个民主党人里面，只有1个半人觉得极度光荣，70对14啊，56个百分点的差距，直逼历史记录。对啊，小戴说的没错啊，亲爱的台湾朋友们，根据以往这个 Super El Nino 现象的记录，未来几天会持续出现暴风雨，至少雨势会很大。那所以菜价一定上涨，所以请你多买一些冷冻食品，多买一些罐头食品，或是多买一些我们的罐头跟烤玉米，没有烤玉米也只剩下1组了，所以你就再多买一些像信丰的香肠啦、烤乐牌啦，还有这个那个哈尔滨水饺的水饺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 El Niño 是一个危险的状况，所有的天候都会被放大，请大家多多自保。来。在听直播的各位啊，我刚讲的美国民调数字是什么概念？这代表我爱不爱我的国家这件事情，在美国已经变成一道政党考题了。连以自己为荣都要先看你投给谁，再往下分析更难看。女性26%，一年掉了13个百分点，所有族群里面跌最惨。18到34岁的年轻人只有14%。每7个美国年轻人里面，只有1个极度以国家为荣。35到54岁的中壮年掉12个百分点，撑住场面的只剩55岁以上48%，纹风不动。翻译成白话，对美国最有信心的是人生已经领过红利的那一代。年轻人、女性、少数族裔，就是要扛未来50年那群人集体转身掉头。不好意思，丢人。来，还有一个数字，我觉得最传神，请你仔细分辨一下。盖洛普顺便问了：你家门口挂不挂国旗？这个数字很中性，很合理，对不对？几乎就跟要不要上战场一样。但不好意思哦，共和党69%的人会挂，民主党只有26%。1991年波湾战争刚打完的时候，这一题两党几乎没有差距，2个党都挂国旗、星条旗。35年之内，星条旗从国旗变成了党旗，妙了吧？而且这些选民呢，不只是对现在失望，是对整套美国梦的叙事失望。AP North 对照2017年做了10年回顾，对军队、对美军的自豪呢，从78%掉到59%；对历史的自豪呢，从58%掉到44%；对民主运作的自豪，从42%掉到28%。连军队的认同度都保不住2成一定要掉2成，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美国多么尊敬军人，跟台湾可不一样啊！台湾需要的时候叫你过来，不需要叫你滚啊！然后 AP North 4月份的民调又补上了第2刀，问的是美国梦，也就是你只要努力就能出头，这个信仰还成不成立？51%说
以前成立，现在不成立了。15%人说从来就没成立过，加起来2/3的美国人告诉你，美国梦要么死了，要么根本是都市传说。30岁以下只剩22%还信啊！在听直播准备开始吵架，各位，我知道有人要拿另外一份民调打我。盖洛普6月中还有一篇说，多数美国人个人仍然相信美国梦值得追求。2份民调有没有矛盾？没有。2题问的不是同一件事情。盖洛普问的是你个人是不是还相信美国梦值得追求 ？AP Nork 问的是这个国家兑不兑现美国梦？信仰还在，兑现已经死了，所以你个人相信没有屁用，国家不保障你的美国梦，这才是最残忍的组合。就像一张你舍不得撕掉，但银行已经拒付的支票。这一章的战略结论是，一个连为自己骄傲都要分党派的国家，你凭什么假设他会在为了别人流血这件事情上面有共识啊？你怎么可能那么天真的以为他妈美国人会愿意为你流血？他连为了自己流血都不愿意啊！就是有这么蠢的甜美派、亲美派，觉得自己了不起。看，你不要讲了，这个事情当真不可能。美国是爱国，他爱自己的国家，他不爱你呀！你还在那边做梦干，真是很蠢。哎，来，我们接下来讲第4章。前面都开胃菜哦。我们今天说美国生日快乐都好，你生日快乐就好，但你家的状况不好嘛？不是我们在瞎掰呀、你家的状况为什么不好？来，今年3月，美国国债正式突破39兆美元，39后面12个零，这个数字大到失去感觉，对不对？我帮你翻译成有感觉的版本。2026年的 fiscal year 财政年度，美国光是利息就要付超过1兆美金。注意哦，没有还到本金哦，光是每年还利息就要付1兆美金，平均每个月880亿美元。880亿美金一个月是什么概念？大约等于美国国防部加教育部同一个月的开销总和。全世界最强的军队加上全国的教育体系，美国每个月先烧掉一份等值的预算还债。还债，你觉得这种身体虚不受补的状况，你觉得可以做吗？在听直播啊，你自己有在缴卡费的各位，你一定懂这个处境嘛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只缴最低应缴金额。你只缴利息耶，你本金1毛钱没少，利息月月照滚，然后账单1年比1年厚，差别是你的卡债顶多几十万台币，他的是39兆美金。39兆美金呐、而且这里有个历史性的交叉点，请大家记住这个年份：2025财年，美国付出去的利息9700亿耶，史上第一次年度总额超过了国防支出的9470亿，他付的利息就9700亿，付给债主的钱超过付给了军队的钱。这个交叉点的意义啊，下一章 Ferguson 定律会告诉你有多致命。任何帝国违反了弗格森定律，就会出事，会出大事。
先看未来，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的官方推估利息支出2026年有$1兆，2036年是2.1兆，2056年是6.6兆。未来30年，光利息就要付超过$100兆，摊到每个美国人身上，未来10年呢，每个人至少$47,000啊！你看看我背后的动画，你每看我这个画面1秒钟，美国付出的利息就是$31,710，就是这个数字一直在跳。来，未来10年每个人至少付$47,000，一个婴儿今天在美国出生，还没睁开眼，先背$50,000的利息额度。再来看看生日蛋糕是谁他妈出钱？美国国债的外国债主榜很妙哦，很妙。美国债主榜是怎么样嘞？第一名日本$1.2兆，第二名，注意哦，这个数字在变，这个数字在变背后一定有原因的，竟然不是中国了，竟然是英国，约$9000亿，中国掉到第3，$6500亿左右。而且是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最低持仓，还在一路减，也就是中方一定有某种原因，从2008年以后就开始不停的减持美债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今天就不多提了，榜上还有一个彩蛋呢。开曼群岛的账面上竟然有$4000多亿呐！开曼群岛人口7万人，怎么可能借了美国4000亿？因为那不是开曼群岛的钱，那个是美国自己的避险基金哦，绕到境外开杠杆玩基差交易的部位，实际规模学界估计啊，逼近2兆。也就是美债市场有这么一大块是高杠杆的热钱在撑。2020年3月，他抽筋过一次，联准会被迫下场救市。这条引线我们后面会再解释。在听直播的各位，你们有没有闻到一个很微妙的味道啊？北京嘴巴上喊的震天响，手上在安安静静的退出美国的债主席，一个天天呛你的人，同时默默的把借你的钱一笔一笔收回去。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份地缘政治文件。我觉得蔡博士太操之过急了，这个趋势一直是在降，没错。老共手持的美债是一直在降，没错。但你不能期待它一次卖完嘛，这个东西压力太大了。来，最后一个对照，我后面会用到。1976年，美国建国200年，那一年它的国债呢占 GDP 多少？33.5%，1/3。今天呢，122.6%啊。欠的钱是整个国家1年生产总值的1/4倍。50年前的美国站在低谷，但口袋里有钱；今天的美国站在高处，口袋里是一叠账单，是借来的钱，借来的碰轰。那你看，这看起来多恐怖啊！债务占 GDP 的比已经是120%了。来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再跟各位说了，嗨呀，
来 Ferguson Limit， 佛格森定律要来了。佛格森的定律是什么意思？来，花点时间了解一下。上一章我们讲到利息超过国防的交叉点为什么致命？因为历史上有一条定律，请各位要注意听这一段哦。你如果是对岸的网友，你觉得美国终究要亡，我们提供给你一个历史判准。如果你是台湾的网友，你觉得干我要亲美，我一定要死贴，那我也让你知道有一个历史的清算法对美国的未来非常不利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来，它叫 Ferguson's Law， 提出来的是英国史学家 Neil Ferguson， 现在在史丹佛胡佛研究所。2025年2月，他发表了一篇论文，这个论文相对很新哦。他发表了一篇论文 ，Thesis in Progress， 就是还在做的论文。他把这一条定律讲死了。定律内容一句话：任何一个强权，只要花在债务利息上的钱超过花在国防上的钱，它就有从世界强权皇冠位置上跌下来的风险。这个门槛，论文里面叫做佛格森极限。为什么这条线这么毒？为什么这条线这么要命？逻辑很简单，因为当你跟人家借钱的利息已经大过你的国防支出的时候，这表示你的国家方向整个歪斜了。过了这条线，代表你赚的每一个钱哦，谢谢 L 小戴送了花束，这很妙。来，这代表你赚的每一块钱，债权是优先属于过去的债主，而不是未来的战场。你的敌人花钱升级军费，你在缴循环利息，你在缴循环利息，这不是理论推演。你各位不要嘴硬说干你啊，这就是一个几率问题而已。没有，我们这样讲，当几率发生的次数高于一定的时候，就他妈是一个必然啊！除非你的国家可以扭转这个趋势，否则该发生的就会发生。来，我们来逐步点名后面的死亡名单啊。哈布斯堡，西班牙在1575年前后越过这条线。1648年，西法里亚合约走向欧洲霸主的宝座，撑了73年。也就是当你一越过这条线之后，越是近代，出局的年数越短。哈布斯堡撑了73年，波旁王朝的法国1788年越线，1788年越线，隔年呢，1789年就法国大革命，后来国王就上了断头台。没错啊，你没看错啊，他妈他一越过佛格森极限的时候，1年国家就垮了。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克里米亚战争借了一屁股外债，因为他不是刻意要这样做，但是打仗要钱嘛，大炮一响，黄金万两。结果克里米亚战争他借了外债之后，1870年代的利息吃掉了政府税入1半以上，远超过军费了。这个更恐怖，这个比军费还多，超过税入的1半了。你的每年的税收有1半拿去缴利息了。结果1922年，鄂图曼土耳其帝国解体，撑了50年。沙皇的俄国1914年越线，3年之后就革命。1917年革命，撑3年。奥匈帝国1914年越线，1918年帝国就蒸发了，撑4年。大英帝国1920年越线，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，美国一通电话叫停，帝国时代正式谢幕。
正式谢幕。大英帝国撑了36，6个帝国在历史上全部越线、全部出局，差别只是快慢，快的1年，慢的70年。然后你一路点这个数字哦，名单的第7行叫做美利坚合众国 ，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。2024年越线，出局时间不知道，大家不确定。6个帝国越线，全部出局，差别只是快慢，快的1年，慢的70年。名单的第7行是美利坚合众国，2024年越线了哦。出局的时间待填。这里我要讲清楚2件事，免得有人断章取义。第一，美国历史上不是没碰过这条线，1920年代的时候，它短暂碰过，但很快就修复了。弗格森自己在论文里面强调的重点是2024年开始的这一次，是一个成熟强权史上第一次长期停留在线的另一边，而且美国国会预算统计局的推估告诉你，未来30年只会越陷越深，回不去了。回不去了。所以各位在听直播准备打美国药丸的各位，先冷静一点。弗格森的定律是风险判定，不是死刑执行。大英帝国越线之后还撑36年呢，老美也不过是2024年越线，而且大英帝国中间还打赢了2战，所以弗格森极限不会告诉你说美国哪一天倒，他告诉你的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从2024年开始，时间是站在美国债主那一边，不站在华盛顿那边。而对台湾来讲，重点从来不是美国会不会倒，是他在被利息追着跑的几十年里面，还剩多少力气管西太平洋的事情。我们慢慢后面会算给你听。来，更妙，更妙！我们把镜头拉回生日前5天啊，顺带一提，我们再带个货吧，各位，下礼拜会有大台风啦，大台风你的生鲜货品都会涨价，蔬菜会涨价。中午的林嘉欣呢，已经给各位建议，就是你用报纸把生鲜蔬菜包起来，放在冷藏库里面，可以放比较久。那我是建议你赶快多买我们的加工制品，包含了猪肉、香肠啊、烤乐排等等等等等等，或再不然买我们的罐头。所以到我们置顶那个链接去按下去，你要加入我们的 LINE， 你要去看我们的社群，或是你要去买书都好，我们也还是很推荐这本书哦。台风假在家里放假的时候，你可以买这一本李硕写的《简商》，这个书有560几页，我看570几页，非常值得一看。这是我这辈子看过写的最好的考古学的书。你没办法想象啊，殷商是一个多么爱杀人的文化，然后周代呢花了多少的精力用道德把杀人给纠正过来。所以请各位想一想，那个威尼宾说怎么样算出局，在国际上再也不举足轻重，没有办法话事了，叫做出局。
来，我们进入第6章。生日前5天，6月29号，同一天呢，美国最高法院丢出2个判决，一个拆房子，一个焊保险箱，这2颗放在一起看，你会看到这个国家真正的底牌。第一案 ，Trump vs. Slaughter。6-3，首席大法官罗伯 Roberts 主笔，直接推翻1935年的 Humphreys Executor 判例。这个判例是什么？91年来它保障了美国独立机构的委员不能被总统随意开除。联邦贸易委员会、证管会、劳工关系委员会这些机构之所以叫做独立机构，靠的就是这一条。现在没了。判决说呢，这些机构行使的明显是行政权。所以总统想撤换随时可以，这是他的权利。保守派的法律运动追了40年的单一行政权理论，在建国250周年这一年全面过关。白话翻译是什么？往后美国的独立机关不独立了，要不要让它独立，看美国总统心情。然后呢？然后是第2案 ，Trump vs. Cook， 同一天宣判，川普要开除联准会理事库克，最高法院5-4说不行 ，Kavanaugh 大法官跳过去投了关键第5票。判决理由是联准会有独特的历史定位，刻意设计成远离日常政治运作。这传统必须保住，不然美国的股市会完蛋的。各位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？同一天，同一个最高法院，同一个首席大法官，独立机构的保护伞全部没收，唯独联准会原地加盖防弹玻璃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联准会倒了，顶多FTC 倒了，就是公平贸易委员会 FTC 倒了，顶多消费者倒霉。联准会倒了，是美债市场倒，谁在乎美债市场？39兆的债主在乎，全世界的央行在乎。你上一章看到的日本1.2兆，英国9000亿，全部都在乎。联准会的独立性呢，等于货币政策的可信度，等于国债市场的信心，等于那张39兆账单还能继续刷下去，还能继续借钱的唯一保证。讲到这里，事实很清楚，连宪法解释都要给债主让路。总统的权力可以扩张到任何角落，唯独碰到印钞票跟付利息的那一个会议室不能动，不能越雷池一步。250岁的美国宪政告诉你什么叫底线，底线不是三权分立，是债市不能倒，就这么简单。债市不能倒哦。那为什么债市这么重要？因为美国现在就是靠债务撑着。来，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留在1876年那个伏笔吗？现在回来了，我们回来谈100年国庆那一年，美国不止在草原上输掉一场战争，他还在一间饭店的包厢里面输掉了一个原则。1876年总统大选了，民主党的蒂尔登普选票赢了共和党的海斯，428万对403万，赢了25万票。但是有20张选举人票起了争议，卡住了，卡了3个月。怎么解？1877年2月26号到27号，华盛顿特区 Wormley's Hotel。2党代表关起门来，雪茄、威士忌、南方地图摊在桌上，交易内容很直白啊。南方民主党承认海斯当总统，
交换条件是联邦军队全面撤出南方，终结重建，附带条款，内阁要给南方人一个位置，联邦要补助南方铁路。结果嘞，总统宝座共和党是拿到了，没错，撤军4月就执行了，铁路补助跳票。最大的代价呢，是林肯留下来那个梦想，黑人的公民权利，随着联邦军队撤离被就地掩埋。接下来登场的是将近100年的 Jim Crow 种族隔离，没有得奖了，因为种族隔离在没有武器掩护、没有武装保护的状况下，是没有所谓的种族平等可言的。Fish Law 是在文章里面说得很清楚，那一场肮脏的教义，美国付代价付到今天呐。各位听懂了吗？我们一路追溯回当年美国内战时期的1876年，帝国在自己100岁生日这一年，同时输掉了一场战争跟一个原则，而且2件事情，庆典上都没人敢讲。我们把4次生日排成一排照镜子，有多么严重？有多么严重？1876年建国100年庆的时候，小巨角的屠杀，加上密室交易；1926年150周年庆，柯立芝紧张的看着繁荣的烟火，因为3年之后大萧条就要来了。1976年200周年庆，越战刚败，水门事件刚爆，纽约市濒临破产。2026年250周年庆，你们今天看到的眼前美国的这一切，每逢50年大庆这面镜子就准时照出了一个病灶，无一例外。好了，在听直播已经打好，1976年更惨，不是照样翻身了吗？对，你说的没错，1976年之后是雷根复兴，是冷战胜利，是90年代独霸，我没有否认啊，这真是美国最可怕的地方，它摔倒过很多次，每次都爬起来，但是，请把前面那个数字拿出来比对啊。1976年的债务只占 GDP 的 33.5%， 2026年呢占了112%，112.6%。1976年的美国站在谷底，但口袋里还有2/3本钱，他是一个有希望、有前景的年轻人。但是2026年的美国是一个站在高楼，信用卡已经刷爆了1.2倍的中年人。摔倒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这次口袋里面没有本钱可以接住自己。镜子照出来的不是病，病每一代都有，镜子照出来是这一次病历旁边多了一张账单，他妈怎么缴都缴不完。而且各位，我们讲这个东西呢，一路要讲到，一定又要讲到台湾了啊！各位，今天我们是一次快的内容，把所有的知识压缩再压缩，因为我记得我遇到好几个网友说，他最近都是一边听这个我们的直播之后的回放，然后一边做运动，看听得很过瘾。我为了避免你每次都跑2个小时，我把直播的长度再缩短。来，最后我们要回到台湾了。哎呀，台湾的亲美派啊，都说：“哎呀，你这样子讲，是不是表示你是舔中呢？你不相信美国，是不是表示你是舔中？”看，我们最基本的来源是美国历史学教授的论文，跟美国研究总统史的教授。你他妈是因为你不读书，你才以为这叫舔中。这叫冷酷面对现实，好吗？
来，在台湾这个岛上啊，以美派跟亲美派吵了10年，一边说美国一定会来救，一边说美国一定不来。我跟你讲，这两边都在浪费时间，因为两边问的根本都是错的问题。什么叫做美国会不会来？你问这个问题你就错了。正确的问题永远只有一个。各位，请仔细记住，是美国自己的资源还撑不撑得起西太平洋？他再怎么民主伙伴，他没有钱、没有人力、没有办法，就是不能来啦。因为意图会变，总统会换，承诺会过期，但资源跟账单不会说谎。所以我们今天不听华府说什么，我们只差检查他的账单，先看看他想花多少。2027年的财年呢，美国国防预算的请求是1.5兆美元，比前一年暴增44%。白宫自己的文件写要超越雷根大扩军，直逼2战前夕，看起来很猛，对不对？别急，别急。同一年呢，美国国会预算局估的利息支出是1.1兆。今年国防啊，靠着暴冲暂时把利息压回去了，但你看长期曲线，利息2036年是2.1兆，2056年是6.6兆，2038年前后呢，就会超越包括国防在内的所有自留裁量支出。翻译成中文，往后30年，美军的每一块预算都要跟债主抢。这个抢钱比赛啊，富力那一队从来没有输过。干复利是很恐怖的东西，好不好？他从来没有输过啊。再看看美国做得出多少，你不要只讲预算了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们只讲预算，它做不出来啊。来，中国一年的造舰吨位是美国的232倍，232倍。Virginia 级的攻击潜舰目标是一年造2艘，实际只能造出1.2艘。哥伦比亚战略潜舰的第一舰首舰延宕了17个月，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。更惨的是修护啊，现役攻击潜舰有大约40%躺在船坞排队待修，正常标准应该是20%。有一艘潜舰进场一修就是好多年，最后干脆直接除役，也就是它一个损坏，进场一修修到退役啊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球队还没开打，40%的主力都已经在伤兵名单了。哎，讲到这里，一定有人说朱大你又在唱衰美国了。好，我们来听美国自己人怎么讲。干，你总不能说美国自己人讲也在唱衰美国吧？就智障说，干，这已经是国台办写的，写你妈啦！你根本搞不清楚状况，你不读书啊！台派青鸟不读书，什么东西都怪中共。那你他妈每天早上出门撞到车子也怪中共喽。3天前，7月1号，同一本《经济学人》周刊的250周年特辑，没错，就是请 Bezos 写悼词的那一本登了另一篇文章，作者是谁？杜如松，
Rush Doshi 这个人不是路人甲，他是拜登时期白宫国安会的中国事务副资深主任，长期博弈的作者，正盘的对中战略操盘手。他文章一开头就承认一件事情：美国崛起250年靠的是规模。19世纪压过英国，20世纪压过纳粹德国跟苏联，靠的都是体量。你的量够大，你的躯体够大，压过去。但21世纪这个逻辑反转了。中国经济按购买力算比美国大3成，制造能力是美国2倍，全球1半以上的船都是他造的，海军规模世界第一，船厂规模把美国甩开几百倍。这是杜如松讲的，不是我讲的，是他写的，跟我们前面讲，这是后面讲这个232倍互相印证。然后他写了一句话，各位，杜如松没有拿中方统战部的钱，他写了一句话，请你仔细听下面这句话：美国如果单独站着，在大多数的指标上面都是比较小的那一方，所以换句话说，美方的战略专家讲了什么？团结力量大，团结力量大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东西不是北京大外宣，这是白宫前操盘手白纸黑字写在美国的生日特刊里面。所以我要告诉各位，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最经典的地方。都许提出来的解方是什么？结盟，一律结盟，拉帮结派，它叫盟友规模。美方必须要把欧洲、日本、南韩、澳洲、印度、加拿大全部加起来 ，GDP 是中国2倍，军费2倍，专利3倍，这样才打得过。具体要怎么做呢？日本、南韩帮美国重建船厂，台湾的晶圆厂搬到美国本土，人家才不是要跟你结盟，他要把你吃干抹净啊！注意，最后有一句话：护国神山赴美设厂，在台湾的新闻稿里面叫台美友好深化合作，在华府的战略文件里，它的名字叫做资产入账。资产入账，因为美国觉得自己打不赢中国，所以他要把你台湾最值钱的东西吸收走。台湾以为自己是被保护的对象，翻开人家的账本，你是被合并的产能，才不是什么民主盟友，连拜登的操盘手都觉得你就是产能啊！这是等价交换最赤裸的写法。帝国自己的账单付不动了，就开始清点盟友的口袋。然后想想我们自己，台湾的军购特别预算1兆多台币已经编下去了，各位的钱哦。但是钱付了不等于货到，台湾订的每一批武器呢，都要在美国那条被利息掐住、被工人短缺掐住的生产线上面排队。前面还排着乌克兰的订单、以色列的订单、AUKUS 答应澳洲的潜舰，所以本台朱学恒的万事通事务所的老规矩公式再用一次：当华府说对台承诺坚若磐石的时候，你该做的不是感动，是去翻他的账本。磐石不磐石，不看形容词，要看负债表啊！
第3章那时候我讲了一句话，现在原封不动又把它从地里面挖出来了。一个连为自己骄傲都要分党派56个百分点裂开来的国家，你凭什么假设他会在为台湾流血这件事情上面有共识？民调已经告诉你，他连为自己流血都要先吵一架。简单说，台湾真正的风险从来不是美国弃台这种戏剧化名词，就算美国把你当小三养，他也要付得起这个债呀。是美国在利息、产能、内耗3条线的挤压之下，有心无力4个字的缓慢成真。弃台是一个决定，有心无力是一条曲线。决定可以抗议，曲线只能准备。好了，各位想清楚有没有？我说过，我们今天都讲数据，都讲科学，不跟你说什么你恨不恨美国，美国爱不爱你，不要干，真爱就跟鬼一样。很多人相信，但你却从来没有看过。我再给你看弗格森极限，你一边看我背后的动画，我一边跟你讲。来，讲到这里，我们很完整的跟你分析的，今天是美国250周年庆典 ，Long Live America， 美国万岁，生生不息。但250年来啊，美国确实拿到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一手牌。美元霸权、全球军力、制度红利，但是各位，等价交换是这个宇宙唯一不打折的定律。钢之炼金术士你看过，等价交换就是要等价交换。每一项红利背后都有一张对应的账单。而他们约好了在250岁这一年同时到期，美元霸权的红利是无限透支，代价是什么？代价是39兆国债，每个月880亿美金利息。2024年呢，美国正式超过了弗格森极限。那你觉得这个很健康吗？我不知道。历史上6个帝国就在我背后依序给你看，他们超过极限之后，终极的目标就是完蛋。各位，原说按赞只有387个按赞，各位请记得要按赞。我每次大概都是线上同上人数的一半。那目前有大概将近800个网友在观看，麻烦各位按个赞，按个赞。看到名字都跪下说，今天上班路上照例准备打开听回放，没想到赶上了一次直播。最近美国热浪潮热的不行，看7月4号你还在路上赶路要上班哦，好吧，你真的很超啊。Mr. 刘建一说，老美现在的做法就像小时遇到的帮派团伙，金钱拼不赢敌对帮派，就开始每个强硬乐捐掏自己同伙口袋凑钱，一样道理，一样道理。你当世界警察的红利是全球秩序照他的意思写，代价是什么？代价是帝国过度扩张，债息吞掉了军费，造舰的吨位被对手甩开232倍，4成的攻击潜舰在船坞里面生锈。两党民主的红利是200多年没出过独裁者，代价是什么？
否决政治全面冻结，自豪感裂成两半，56个百分点的峡谷，连250岁生日美国都分2场过。最高法院在同一天先把宪政惯例破坏掉，然后再把美联储焊接回去。坏掉龙九说，请支持魔法补胎条担任阿尔巴老猪兵，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，也请问老猪祝福打气，谢谢。所以陈安人讲的没错，每一个帝国都是在灭亡前夕最疯狂、最凶，因为这没有一个代价是白拿的，从来没有，从来没有。看沈毅的说法是像大 boss 开始吸小弟回血，看沈毅是不是看太多《暮光之城》呢？我怎么想不到这个比喻？来，台湾的账单长什么样子？我们把身家压在美国的承诺上面，军购的钱付了，供应链的对战了，外交的注压了，这一注没有问题啊。问题是压注的人有没有在看庄家付不付得起呀？他还不还得了？当庄家自己的利息超过军费，当他的船坞修不动自己的潜舰，当他的国民有2/3觉得美国梦已死的时候，你一厢情愿的爱美国，美国会爱回来吗？美国爱你吗？台湾现在手上的筹码价值不是由你的忠诚决定的，是由他的偿付能力决定的。谢谢谢明峰送了一个电风扇的。你知道，当你把整个身家压在美国一家的账单上面的代价是什么？是人家资产减少的时候，你连知情权都不知道，这就是台湾版的等价交换啊。最后回到1876年那个画面收尾，费城的烟火升空的时候，璀璨的天空上面，在另外一个角落的第7骑兵队已经在草原上尸横遍野9天了。但那个时候的美国人还有一个完美的借口，叫做电报还没到，我还没收到。但是2026年7月4日，今天晚上，烟火照样升空。盖洛普的数字出来5天了 ，CBO 的曲线公布5个月了 ，Ferguson 的论文发表1年半了，账单跟清算就摊到。要怎么办？哎，干！我怎么忽然之间断线？靠北嘞！讲到敏感之时，忽然之间断线，真尴尬。就是这样子，是卡了一下，没错，因为它忽然之间断线了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来，不管我们这样讲。真相总是伤人。我今天告诉你真相了，数学比真相更诚实。所以各位，今天听了70、80分钟的直播，你记住我最后的这一句话：250岁美国生日最贵的礼物是一张39兆美金的账单。货到付款，而且签收人不是只有美国人哦，日本、台湾都抢着在帮忙付啊。那么各位，美国接下来的未来会怎么样呢？我不知道，请各位好好的想一下。Lilian Chang， 谢谢你的抖内啊。有网友问说，为什么我没有在 TikTok 直播？不好意思，我被 TikTok 停权了 ，TikTok 停我权，所以。没办法，而且美国现在真的走孤立主义啦！干，我们在那边千辛万苦讲那么多，你不听，我帮不上忙啊！你不听，我帮不上忙啊！哦，对，网友又提醒，这个礼拜6的时候，我们通常要贴一个狗皮膏药，
所以各位，今天的内容呢，我们短短快乐的让各位可以再去看烟火，再去看那个 Coney Island，纽约的吃热狗大赛。但是你得要知道，这才是真正的真相。我们已经贴出来我们的狗皮膏药啦，有绿界，然后有这个什么呢？有有支付宝，有微信，请大家开开心心。切，林嘉欣用气扑扑了。所以啊，你看我们讲到这里多么无奈，台湾有多少人看到佛格森极限了？帝国只要他的账务超过了军费，就是步向灭亡啦。因为当你要鼓励你的人努力从军，努力把武器做好的时候，你他妈每一分钱都要优先付给债主债主你看 L 小戴多么认真的讲，他说丑陋的真相是美国白人至上主义啊，美国人的自满让他们付出了代价。不幸的是，911让他们对真相视而不见的时间太长，最后酿造了这场灾难，令人悲哀啊。所以只能希望美国撑久一点，好不好？希望他开开心心的继续走下去。而且富士山下邱小姐说：“我买美国银。”但是各位，你可以不要买任何一个银啊，我们都是闲家，我们不是庄家，好吗？甚至如果今天以哈布斯堡来讲，它73年呢，我们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美国的帝国完蛋了，鄂图曼帝国也50年了，那大英帝国也36年了。如果照这个来讲，你不用补了，没关系，不要压，那这个才是一个真正正确的方向。我来看看有没有人抖内，好，太好了。这个今天有一位网友抖了6块6，我看他有没有说什么。抖内就是抖一个好玩的吗？来，这是什么水？昵称很有趣。你看白小洛特别上来留言，他说在别的直播间看见有人说朱大现在节目做的特别硬核，硬核就是哈扣，有种自己品味最好不真好的自豪感耶。不，我跟你讲，有很多网友，我最近发现我们多了留言有多了很多拍拍打，就每个人都来说啊，朱大你最近做节目真好，真棒，什么什么什么的。但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其实已经很努力了，我是试着把很硬的东西讲得软一点。譬如说，你今天记得最清楚的应该是佛格森极限。台湾大概除了我之外，没有人花心思去钻研佛格森极限，因为这是一个数学化的历史公式，我觉得它很有趣。但是你如果不认真看，你就不会知道。台湾的国安会研究佛格森极限吗？台湾的外交部会研究佛格森极限吗？都不会。台湾只剩下他妈台湾史啊！我真的觉得真的是很无奈呀。那各位，如果你今天觉得内容好，我强烈建议你就按个赞。那这个让更多人可以看到，我也会尽量把每一集的直播呢都整理成2、3千字的内容，你快快看完。也可以吸收到核心，但对我们来讲，当然，抖内最多或是赚钱最多的，那妈还是你要看直播嘛，你就一边跑步一边听，把它记到大脑里面就对了。这个白小洛之前的抖内说，虽然原来就看过
这一位烈士就是昨天我们讲的严庭的故事，但再次看到还是会哭。谢谢朱大，让更多人记得他，记得有人为我们付出了什么。然后，对岸另外一位网友说，大陆贩毒基本上是死刑，大陆目前也是电子烟跟台湾一样，不过没有丧尸烟弹的存在。贝尔乌萨是说眼睛一闭一睁，下半年了，大家要快乐。贝爷希望今年冬天不要再摔跤了啊，你不然减肥会很痛苦的，好不好？也谢谢贝爷收看了大半年。好了，要到了投票的时刻了。今天你觉得内容好，讲的也好的，请按1；你觉得内容写得好，讲不好，请按2；你觉得内容写的不好，讲的也不好的，请按3。什么？好，咱们看看啊。好，今日的那个切啊，这个什么什么飞说支持朱大新哥。好了，赶快投票，投票，投票。所以啊，我跟各位讲啊，就是今天有缘的，你就一边做运动一边把题目听完。这个Carmelo，谢谢你的抖内。齐欧西说中午比较好，中午比较轻松嘛。OT 也谢谢这个哦，OT 上次有来我们的网剧，是吃客家菜，对不对？好啊，有空也要记得来哦。唉，Camelo 0508又送了一个雷米金杯啊。哦，还有今天是芒果订货最后一天哦，各位你赶快下订啊，之后我就要下架了。然后这些产品什么东西也请记得各位好好的使用好吗？哦，NJ774说，如果会西班牙文，在德州这边几个大城市做生意会如鱼得水。乍一看，这边简直是南美的美国州，我是不明白大红州都这个情况了，还搞啥保守主义政策？C 叛逆说，讲韩国史上支持率第二高的李在明那集打脸青鸟讲的真好。李在明重施重击台湾晶片业，打脸台湾青鸟。其实不是这样，是人家的总统花了大量的投资要拯救未来，要投资 AI。他妈，我们把钱拿去买武器，干你娘！台湾是不需要有未来，是不是？你买了武器就确保台湾的未来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觉得钱花的有先后顺序，买武器又怎么样？没有人用，没有人用啊！台湾的边线比，甚至有一个沱江舰，边线比低于75%了，哎，一艘船满编100%，有25%人不在船上啊，这搞什么？所以我们讲的也就是实话，我没有硬要打脸谁，我是觉得你们太夸张了。你他妈在打南韩，到底在干嘛？ODSISDUB 整体来看，美国国家的整体负债就世界其他国家的累计利润。美国用负债来享受世界的物资、商品跟服务，欠40万是你个人的问题，欠40亿是银行的问题，欠40兆是全世界美国以外的国家问题。美国已经欠债欠到不能倒了，美国国家的国债就有点像我们个人的本票一样，像每个人手上都多少有一些不能兑现的本票了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但也就这样子啦。所以各位，我的题目我会尽量继续再做软一点，让你比较容易理解。但是这世界上现在我也很想要呵呵笑啊，但就是没有那么多可以笑的东西，有很多东西很悲哀，好不好？唉。
所以我的意思是，你告诉我买武器很重要，好啊，那请问谁来用这些武器？我接下来有机会我会做一集啊，妈干！你如果找不到人用这些武器，台湾能够请佣兵吗？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答案，我直接得到一个结论，叫做请不起。你不要以为佣兵很了不起，我告诉你，请不起。所以啊，结果台湾的青鸟嘛毛起来打李在明，结果他是南韩大韩民国支持率史上第2高，这在干什么？这在干什么？所以好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各位赶快开始囤积一些叶菜类啦，一些罐头啦，一些相关的食品。我在想要不要买那个 cream cheese 啊，拿来抹 bagel 还不错。我跟你讲，我已经研究出来的冷冻 bagel 要怎么吃，先放微波炉30秒，然后把它切开来，然后再放那个干，我的腹肌好痛。再放那个水波炉烤15分钟。好，谢谢 L 小戴。Don't water down the topic. Lucifer is best at being yourself. 也很感谢 L 小戴一路不离不弃支持我们。看他在去年1整年都有当我们的最资深的会员嘞，所以现在 L 小戴身体好了，我也觉得很开心。今年如果再存够一点比较多钱，我就飞新加坡去找你吃饭啊，我请你吃饭，好不好？好。Rita 说，刚刚开了新的牛肉面罐头吃，不，牛肉罐头吃，你可以配我们的关庙面哦，你也可以配关庙面，对，就这样，很适合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研究了佣兵的体系，我告诉你，台湾付不起原因是什么？全世界的佣兵都是维持治安的啦，没有一个佣兵可以打强国之间的战争啦，神经病哦！人家跑来台湾支援你跟解放军作战吗？干有病是不是？你跟全世界第2强的陆军对战哦，哪有一个佣兵团付得起这样子的状况？怎么可能啊？Pearl Chen 说多喝水，没 Pearl Pen。所以啦，好啦，今天的直播到这边，快快乐乐、开开心心，大家就这个过了90分钟，也可以让各位简单的往这个方向走，好不好？这个也没说什么方向啦，就是让各位开心冷静的庆祝美国国庆。希望他们长命百岁。这个 L 小戴说还有5个按赞就破500了，请各位赶快按赞。就最后了，请大家赶快按一下。目前800人在线上，再多5个人按赞就破500啦。请各位记得按赞哦，好不好？至少我们可以破500。这个谢谢大家，一切平安。我们明天Pearl Pen 2950说多喝水，好，没问题，多喝水，多喝水。好啦，就这样子跟大家说拜拜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开错了，对不起。好，破了，谢谢503破了，我们一起喊 USA USA USA，神经病哦。好，那拜拜拜拜拜拜。